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赏味期限的谎言》这本书。大家是否有人因为食品刚好过了赏味期限就立刻扔掉，或者购买了大量即将过期的打折食品，结果根本吃不完，最终全都扔掉了？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这种食品浪费的行为而损失了大量的钱财，这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全球的食物浪费问题。本书揭露了许多有关赏味期限的真相。通过观看这个视频，您将学会如何与赏味期限打交道，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改善家庭的预算。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如何判断过期食品是否还能食用；第二，有关食品过期的可怕真相；第三，减少食品浪费的5个技巧。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如何判断过期食品是否还能食用来开始解释。大家有没有在打开冰箱时，发现里面有过期食品的经历呢？有的人即使食品过期了1周也敢吃，而有的人即使只过期了1天就会立即扔掉。如果我们能了解食品过期但还能安全食用的基准的话，就不会浪费还能食用的食品，也不会因为食用不该吃的食品而生病了，对吧？在这里，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判断过期食品是否还能食用的3个基准。这3个基准是：1、了解最易腐败的食品； 2、掌握水分含量15%的临界线； 3、注意食品购买时和存放时的位置。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这3个基准。首先是第一个基准，了解最易腐败的食品。大家都知道，食品中含有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其中的蛋白质由于营养丰富，所以特别容易腐败。蛋白质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对细菌来说也是非常美味的食物。含有蛋白质的食品有很多，但在赏味期限问题上，最令大家头疼的通常是鸡蛋、牛奶和肉类这3种食品。首先是鸡蛋，在夏季，生鸡蛋的赏味期限为16天，而冬季则为57天，相当于将近2个月，这个时间相当长。不过这里说的仅适用于生食的情况，即使超过这个期限，鸡蛋仍然可以通过加热后食用。在春秋季节，可以以中间值的25天作为参考。接下来是牛奶，牛奶是最容易变质的食品之一。牛奶的赏味期限通常是指在10°C以下冷藏保存且未开封的情况下可以安全饮用的时间，因此一旦开封，最好尽快喝完。接下来是肉类，一般来说，含水量越多的肉类越容易变质，所以鸡肉最容易变质，其次是猪肉，再次是牛肉。另外，肉类接触空气后更容易氧化，因此绞肉也是最容易变质的。而大块的肉则更耐储存。不管是哪种肉类，如果不能立即食用，冷冻保存是最基本的方法。包上保鲜膜可以减少外界温度变化对肉质的影响，从而保持肉类的品质。买回来后立即冷冻处理的肉类通常可以保存2到3周。接下来是第2个基准，掌握水分含量15%的临界线。之前我们提到过，水分含量高的肉类更容易变质，但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肉类，也适用于其他食品。细菌和其他微生物需要水来溶解和吸收营养，因此在没有水分的环境中，它们就无法繁殖。喜欢水分的微生物中，霉菌是最典型的例子。霉菌容易在潮湿的环境中繁殖，通常当水分含量超过15%时就会开始生长。相反，当水分含量低于10%时，霉菌几乎不会生长。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食品的水分含量来判断过期食品是否还能食用。例如，一些早餐常见的麦片表面覆盖着糖，过期后可能会让人担心这些糖是否变成了霉菌。麦片的水分含量通常在4%左右，在未开封且外界水分无法进入的情况下，霉菌是几乎不会生长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有些看起来很干燥的食品，其实还有着较高的水分。例如，很多人喜欢的鱿鱼干，实际上
还有大约25%的水分。虽然由于肝看起来水分很少，但它很容易滋生霉菌。另外，一些干果也需要注意，例如甘蓝莓的水分含量为22%，在夏季如果不妥善保存，很快就会长霉。当您打开过期的包装，怀疑是否长了霉菌时，可以通过了解该食品的水分含量来进行判断。如果水分含量高，那么滋生霉菌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接下来是第3个基准，注意食品购买时和存放时的位置。当您拿不准过期食品是否还能食用时，回想一下您购买该食品时，它在店里是放在哪里的。您可能多次看到食品包装上写着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储存之类的提示。食品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即使未开封，内部的脂肪也会氧化，导致变质。因此，如果您手里的过期食品曾在店铺的阳光直射位置陈列过，那么最好的做法是果断丢弃它。此外，购买后的存放方式也很关键。如果您把食品放在煤气炉、暖气设备附近等高温环境中，食品也会更容易变质。在这种情况下，过期食品最好也不要食用。对于那些经常不小心让食品过期的人来说，建议购买时注意选择正确存放的食品，并在家中适当保存，这有助于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减少浪费。接下来是第2部分，有关食品过期的可怕真相。首先是第1个真相，食品的赏味期限往往被故意设置得很短。大家是否都会严格遵守食品的赏味期限呢？如果一过期就会立刻扔掉，那么您可能成了食品行业的受害者。实际上，大部分食品的赏味期限往往都被故意设置的比实际上少20%左右。食品公司在设置赏味期限时，会将安全天数乘以一个称为安全系数的数字，故意将赏味期限设置的短一些。这个安全系数因公司和行业而异。日本消费者厅在加工食品指南中推荐的安全系数为 0.8。比如说，如果一个食品能在10天内保持不变质，那么公司通常不会将其标注为10天的赏味期限，而是根据安全系数8天来进行销售。实际上，大部分食品的赏味期限都比实际期限短了20%左右。然而，这个 0.8 的数字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指导方针，实际上还可能存在更低的安全系数。对于糖果公司来说，按照行业惯例，安全系数可能只有 0.3。安全系数为 0.3 意味着食品的赏味期限比实际安全期限短了70%。有的人认为，这意味着糖果公司可能故意缩短赏味期限，以更快地推出新产品。制造商故意缩短赏味期限，会导致大量食品浪费的问题。然而，问题不仅仅存在于食品制造商，销售方也在促成着食品的浪费。大家有听过1/3规则吗？在超市或便利店打过工的人可能听说过。实际上，像超市或便利店这样出售食品的零售店，会比制造商指定的赏味期限更早地撤下商品。他们会将整个赏味期限的2/3设为销售期限，超过这个期限的商品将会被撤下。这就是所谓的1/3规则。举个例子，假设有一种糖果，实际上可以安全食用的期限是300天。就像之前说的，在一些不正常的行业中，制造商会应用最小安全系数 0.3， 这意味着制造商标注的赏味期限是90天，然后零售店会将这90天的2/3设为销售期限，也就是60天。因此，由于制造商设定的安全系数和零售店设定的销售期限，实际上本能保持300天的糖果可能在60天内就会被丢弃。这是作者指出的一个事实。日本被称为世界上食品浪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的食品行业因为这种机制，导致食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被丢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食品浪费。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论了赏味期限的问题。日本食品的标注日期分为2种类型：赏味期限和消费期限。
赏味期限指的是那些可以在保持包装完好、储存于适当环境下的情况下长期保存的食品。在这段期限内，制造商保证食品的状态、口感、安全以及其他所有品质都能保持良好，也可以称为美味食用期限，适用于饼干、奶酪、膨化食品、零食、罐头饮料等长达5天以上保存期限的食品。而消费期限则指的是那些只能短期保存的食品，在一定的储存条件下，品质会在5天内明显恶化的期限，也可以理解为安全食用期限，适用于三明治、蛋糕、生鲜等5天以内的食品。中国的标示方式和日本则完全不同，中国使用生产日期的日期标示，并同时注明保质期，如90天或12个月等。因此，需要根据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来自行计算其保质期限。在日本，一旦超过刚才所说的消费期限，食品的品质就会迅速下降。因此，作者建议不要食用已经超过消费期限的食品。接下来是第二个真相，导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真正原因。对于那些有正义感的人来说，食品浪费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加剧。食品行业的做法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但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少数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食品浪费并不是个大问题，只要食品的赏味期限安全，即使设置的短一些也没关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希望大家了解，食品浪费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实际上是由您自己承担的。比如在日本，即使是同样的食品，便利店的价格通常会比超市更贵，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便利店食品的价格中包含着看不见的成本，即用于丢弃的费用。与超市相比，便利店的营业时间更长，甚至在深夜也开门营业，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货架上填满商品。在便利店丢弃食品本来就是预设的情况，丢弃的成本已经事先包含在了商品价格中。便利店独家品牌商品也在食品浪费问题中加剧了情况。当这些商品在特定的便利店无法被销售时，也无法转移到其他店铺进行销售，最终只能被处理掉。而在超市的供应链中，无法在第一家店铺售出的商品可能会被流入廉价的其他店铺进行销售，但是对于便利店的品牌商品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食品浪费的现象是势必会发生的。除了便利店以外，其实餐饮业也是一样，特别是快餐连锁店等廉价餐厅，为了提高营业额，必须进行预先制作，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食品浪费。考虑到这些丢弃的成本被附加到我们支付的餐费中，食品浪费问题就应该不再仅仅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了。接下来是第三个真相，仅仅通过注意某些事项，就可以每年节省6万日元。或许有些人会指责食品行业是万恶之源，但事实上，在被称为食品浪费大国的日本，实际上有1半以上的食品浪费来自于各个家庭。据说，日本全国每年的食品浪费量达到了600万吨，几乎相当于东京市民1年的食品消耗量。与此同时，全球的粮食援助量约为300万吨，这意味着日本每年浪费的食品数量是全球援助食品数量的2倍。其中大约有1半的300万吨被丢弃的食品来自消费者家庭的垃圾。当然，家庭垃圾中也包括一些不能食用的部分，比如骨头和蔬菜的皮等。但这300万吨的数字是剔除了这些不能食用部分的纯粹食品浪费的数字。家庭产生的食品废弃物约为每年900万吨，这其中约1/3的食品仍然可以食用。这样看来，家庭产生的食品浪费不仅仅加剧了全球的食品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了每个家庭的经济。据日本京都市的数据显示，每户每年家庭食品浪费的价值据称可达6万日元。大家有没有曾经丢弃过一个汉堡包呢？据说制作一份汉堡包所需的用水量高达2400升，这个数字是把制作汉堡包的原料，如面包、生菜、番茄和牛肉等所使用的水总量相加得出的。现如今，
全球仍有10亿人难以得到清洁的水供应，正在遭受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您所丢弃的一个汉堡包能够救助多少人呢？如果您倾向于浪费食品，那么请务必从今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习惯，因为这不仅可以节省家庭开支，还有助于解决全球的食品浪费问题。刚才的话题可能有些严肃，但这就是关于食品赏味期限和食品浪费的真相。希望大家通过听到这些内容，能为解决食品浪费问题做出一些努力。接下来是第3部分，减少食品浪费的5个技巧。这5个技巧是：1. 用1分钟检查自己的浪费购物度。2. 不要被眼前的便宜所蒙蔽，有时候购买更贵的商品才是明智的选择。3. 绝对不要在饿的时候去超市。4. 贴在冰箱上减少食品浪费的10条原则。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每个技巧。首先是第1个技巧，用1分钟检查自己的浪费购物度。为了解决食品浪费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有多少浪费购物的行为。让我们检查一下，在以下12个项目中，您符合几项？1. 不制定购物清单。2. 在购物前不检查冰箱里的食物。3. 从货架的最深处拿出赏味期限较长的商品。4. 不必要的触摸商品，以寻找新鲜的商品。5. 将放入购物篮的商品随意放置在周围。6. 购买带有附赠品的商品。7. 被打折促销吸引，导致购买过多的商品。8. 因为便宜而购买整颗蔬菜。9. 在饥饿时进行购物。10. 容易受到限量商品的诱惑。11. 被买1送1之类的促销手法所诱导。12. 所有打折的便宜商品都想购买。如果您发现自己符合6个以上，那么您可能在不自觉中助长了食品的浪费问题。作者希望您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购物习惯。接下来是第2个技巧，不要被眼前的便宜所蒙蔽，有时候购买更贵的商品才是明智的选择。大家可能都会因为便宜而购买过量的东西，对吧？但是先让我们理性的思考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您是一个人生活，想要去买白菜，但一个人吃1颗白菜有点太多了。如果1颗白菜整颗卖100日元，而切成1/4颗卖30日元，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选择买1/4颗的白菜，总共是120日元。相比之下，直接买整颗白菜似乎看起来更划算。于是您可能会选择购买整颗白菜，对吧？在这一刻，您可能会觉得自己节省了20日元，但是过了几天，你发现自己吃不完剩下的一半白菜，最终还是扔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您最终只吃了一半的白菜，但花费了100日元。如果一开始就买了2份1/4颗的白菜，只需花费60日元，最终实际上您亏损了40日元。所以，容易被眼前的便宜所蒙蔽的人，从长远来看，这些小小的损失会累积起来，实际上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当然，不仅仅是浪费了金钱，还要意识到您本应该吃掉的食物最终被扔掉，这就是在助长食品浪费问题。请大家记住这个例子，明天去超市时，不要因为价格便宜而购买超出自己能够消费的数量，而是要有意识地购买适合自己的量。从长远来看，这样才是最划算的。接下来是第3个技巧，绝对不要在饿的时候去超市。根据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饿着肚子去购物会导致购买的金额增加64%。更加可怕的是，相比于饱腹状态下购物，饿的时候购物会使人更倾向于购买高热量的食品。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在肚子饿的时候，那些平时绝对不会动心的熟食或高热量的零食会显得格外诱人。这是因为我们在饿的时候，胃中会分泌一种叫饥饿素的物质，它会使我们的大脑兴奋，并刺激我们获取食物的本能。如果您饿着肚子去超市，走进熟食区，您可能会购买很多实际上不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只在饱腹的时候才去超市。这样一来，购买多余的东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此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外出就餐。如果您饿着肚子走进餐厅，
菜单上的每样菜都会看起来特别诱人，我们往往会点的太多。因此，在外出就餐之前，可以在家里吃点小零食，以避免饿着肚子去就餐。通过有效地控制自己的饥饿感，减少额外的卡路里摄入，从而避免食品浪费。举个例子，您可以在外出就餐前先吃一碗沙拉，这样既可以摄取必要的蔬菜，又可以适度的填饱肚子，以避免吃得过多。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接下来是第4个技巧，贴在冰箱上减少食品浪费的10条原则。第1条原则是在购物之前检查冰箱，不仅是冰箱，大家还可以检查一下橱柜和食品储藏室，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购物。第2条是不要在空腹的情况下去购物。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在饿的时候去超市购物，购买金额可能会增加64%，这不仅对您的家庭财务不利，还会导致浪费食物。第3条是在购物时从货架前面选取食物。食品的赏味期限基本上都设置得很短，因此请遵循礼仪，选择距离赏味期限最近的食品，这是减少食品浪费的第1步。第4条是要注意限量品和批量购买。当看到限量或批量购买等广告宣传时，我们可能很快会被吸引，但这些都是销售方的巧妙策略。请大家记住，商家的利润意味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损失。第5条是通过巧妙烹饪来充分利用食品。萝卜的叶子、香菇的茎部等通常会被丢弃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巧妙的烹饪变得美味可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通常会被丢弃的部分还有着丰富的营养素。第6条是将剩余的蔬菜改头换面。例如，如果晚餐剩下了蔬菜，可以用它们来制作第2天早餐的煎蛋饼馅料。第7条是制定清空冰箱的日期。据作者说，他设定了每月的30日为清空冰箱的日子。清空冰箱不仅可以让心情清爽，还可以避免食品浪费。第8条是建议采用滚动库存法购买储备食品。滚动库存法是指将平时常吃的罐头食品、即食食品等作为储备用品，并在使用后及时补充库存。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储备食品长期未被使用而导致过期浪费的情况。第9条是外出就餐时不要点的太多。现在很多餐厅都提供半份或小份的选项，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食量来进行点餐。第10条是不要剩菜剩饭，只要不是点的太多，吃完所有的食物并不困难。作者建议您把这些内容记下来，贴在冰箱或其他地方，以便随时查阅。如果您能够严格遵守这10条原则，就能够大大节省开支，从而避免食品浪费的问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